嗯，哦，好香哦，脆脆的哦。哪里买的啊？Hello，大家好，我是阿嘎。各位朋友呢，如果你家里有买烤箱的话，那一定要尝试来做看看手工饼干。手工饼干的制作呢，不会需要去很高级的烤箱，就很轻松的可以做出来了。那我这个买了这个 Dr. Good 之后呢，那最近一直在做烘焙的东西。那这里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个简单的手工饼干的制作。我们要做的这个饼干呢，叫焦糖黑芝麻饼。那它是一种这个冰箱饼干的一种制作方式。好，那跟大家分享这个呢，你就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去发挥你的创意，制作你自己想要口味的饼干。那这种冰箱饼干的制作呢，它的方式就是按照几个步骤下来，依照这个步骤做下来就不会错啊。第一个就是你要先做糖油半盒的这个面糊。糖油半盒之后，下一步呢就是塞入粉料。粉料呢就是面粉跟其他的像奶粉之类的。第二步塞入粉料之后拌合均匀。第三步就是加入你要的配料例如说核桃啦、黑芝麻之类的，就在这个时候加进去。好，加完之后把它拌匀，它就会成团。那第四步呢，就是把你成团这些东西，将它做成一个形状，可能是圆柱形的，或者是一个片一片的那做好之后呢，把它放到冰箱，因为这时候软软的放到冰箱，等它硬化之后，第五步就是切割，切好之后就可以放到烤箱烤了。那你香喷喷的饼干就出炉了。好，你有这5步的概念之后呢，你再来做这个饼干，你就会得心应手啦。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冰箱饼干的焦糖黑芝麻饼干怎么制作吧。制作这个饼干，我们需要的材料有低筋面粉200克、无盐奶油85克、奶粉30克、细砂糖60克，然后我们还需要鸡蛋1颗，最后我们还需要准备黑芝麻。大约30克。那要注意，这个黑芝麻必须是熟的哦。如果你是生的黑芝麻，必须先放到烤箱中把它烤熟，才能使用哦。好啦，那用以上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美味的饼干哦。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道焦糖芝麻饼干如何制作吧。我们的这个无盐奶油，透过隔水加热的方式让它加速溶解。好，我们奶油呢，先把它放入铁盆中，接着我们加入砂糖，60克的砂糖。那这个砂糖量呢，我已经有把它做减糖了哦。那不可以再少了，再少的话呢，就不容易成功。好，那我们把这个糖跟油把它拌匀。那这个是在做饼干里面呢常会出现的动作，就是糖油拌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借助我们搅拌器把它拌得更均匀。那用弱的就可以了。好，那搅拌一阵子之后呢，用刮刀再把这个锅子边缘的糖还有奶油把它拌一拌顺便观察一下它的状态。那要打到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觉得它有一点变松了松松发发的感觉，松发的状态。好，那我们要再打。好，那再用刮刀把周围的料呢拌匀。好，那这个状态呢就差不多了。颜色呢从原本比较黄的变成比较白皙的颜色，然后也觉得它很光滑。好，那这个状态就完成了。接下来要加入液体材料，也就是蛋液。那我们蛋呢是用1颗蛋把它搅散之后呢，等一下要加进去。那我们要一边打一边加，加的时候呢一次加一点点慢慢的加，这样可以避免呢油水分离的现象。好，那过程呢不需要太久那我们用刮刀再拌一拌那很明显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整个这个奶油糊呢变得很松软那这就是完成的状态了松松软软的感觉很漂亮好，那下一步我们就要拌入粉料粉料的部分，也就是面粉跟芝麻。好，那我们先筛入我们的低筋面粉，要过滤一定要过筛。好，把200克的低筋面粉塞进去。那我使用的这个过滤的筛子是比较细的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不会去揉搓，所以粉料一定要细才可以整个跟奶油糊融合。那一些比较粗的颗粒呢，可以用手去搓它这样比较快塞进去。好了，那我们的面粉都塞进去了。再来是奶粉30克这个奶粉呢也把它倒进去。这奶粉不用过筛了，因为奶粉本身就是很细致的颗粒了，它比较不会结块。好，再来我们就是拌合这一些粉料。所以在做这个饼干基本的概念上，就是油的部分先把奶油糊做好，然后呢塞入干的粉料。那这边很重要的是呢，你在做的时候不可以一直来回搅拌画圈搅拌那样不行。我们要这样切拌的方式，这样切，用刮刀这样切，让面粉跟奶油粘连在一起混合。好，那这样子呢是要避免这个面粉出筋。如果这个面粉产生筋性了，哇，那这个饼干呢可能就不好吃了所以我们这样切拌的方式。渐渐的结成一团。好，那这时候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神秘配方这个呢是胡麻粉。在制作这个芝麻饼干上呢，可以让香气整个提升好几倍。加入胡麻粉，倒入我们的黑芝麻，好，继续来搅拌。那整个拌的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就用手来把它揉成块。我们呢不要出力揉，因为我们只是要把它结成一团哦。好了，它已经结成一团了，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把它搓成一个圆柱形哦。那这个圆柱形的直径呢，大约是4公分。好，那边边的地方把它修整齐哦。好了，那我们这样这个饼干就差不多了。那这时候还软趴趴的哦，是没有办法让你切割的。
那再来呢，我们准备一张烤盘纸，把它放在烤盘纸上。那我们用烤盘纸把它包起来。好，包好之后呢，我们的这个饼干呢，就要把它冰到冰箱，所以这个呢又叫做冰箱饼干。要把它冰到冰箱里面呢，等它整个变硬之后，再来做切割。好，那我们把它冰到冰箱，大约要冰1-2个小时。那接下来在等这个饼干变硬的时间，我们就来做焦糖的部分。材料很简单哦，我们只需要细砂糖50克。好，那我们把它拿来煮。把细砂糖呢倒入锅中，让它煮煮到它融化，不要加水哦。等到它都融化之后呢，我们加入3汤匙的水，给它搅拌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焦糖了。等一下呢，我们就把它涂在饼干上面，做成焦糖芝麻饼干。好了，我们的这个饼干呢，冰了一阵子大约1-2个小时了，它整个就变硬硬的、硬邦邦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切割了。好，那切割的原则呢，就是你的这个宽度要一致哦。我们切割的宽度大约是1公分以内0.8公分左右是最适当的。那切割下来之后呢，这个边缘会有一些碎掉的地方。那我们可以把它用手让它修整一下，变得比较完整的形状。好，那我们处理好之后呢，就要把它摆盘到烤盘上面那摆的时候呢，就是让间隔尽量均匀。好了，我们摆盘完成了。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它刷上焦糖。好了，我们的焦糖都涂好了，那再来我们就要进烤箱去烤咯。好，那我们在烤之前，烤箱一定要预热。我们使用的温度呢是上火170度，下火120度。那预热呢很简单，你就看到这个灯如果熄灭了，那就表示它温度已经到达我们需要的温度了。好，那我们就等它预热好，就可以放下去烤咯。好了，我们的预热时间已经到达了，我们就可以把饼干放进去烤咯。那烘烤的温度是上火170，下火120，时间呢是20分钟。那但是你要注意呢，你在烤的时候，人呢不要离开现场，要随时观察里面你的饼干的状态。如果它已经有出现焦色了，那这时候你就要赶快降温度，或者是呢可以直接就关掉了让它余温烤熟。那因为每个烤箱温度都不一样嘛，所以你一定要随时注意观察你的饼干的状态哦。那我们就等它烤熟吧。好了，我们饼干应该好了我们把它拿出来。
我看它颜色判断应该是好了。好香哦！我们的自制焦糖黑芝麻饼干完成喽！哇，你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这个颜色就是让它有点黄黄的啊，本来白白的，烤到有些黄黄的，那这就是大概可以判断它好的颜色的哈。那千万不要烤太久哦，烤太久烤焦的话就很难吃了哦。好啦，我们的焦糖芝麻饼干做好了，等它冷却之后就可以拿起来。非常的香。那我先来尝一片看看，看成果如何。好脆哦。里面也都有熟，恰到好处。再咬一次哦，注意听看看哦。有没有听到很脆的声音呢？而且这饼干的做法真的蛮容易的，知道那个配方跟比例呢，制作上没有什么难度。然后也可以，那因为是冰箱饼干嘛，你可以今天做冰起来，明天或后天啊想吃的时候，也再切来烤，快速又方便。那你去外面买手工饼干呢，可能小小一包哦，就50块、100块的，你这样做一大堆，很便宜哦。我在抓这一盘呢，差不多100块不到，最贵的大概就是那奶油啦，它奶油会比较贵一点。简单好吃的手工饼干，焦糖黑芝麻饼干，我做得出来，你一定也可以哦。赶快去做一个专属你口味的饼干来吃吧。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